大陆用军事威慑日本的决心是不会停止的。这次渤海军演用了4艘055大驱，渤海有2个意义，它是曾经甲午战争发生的地点，曾经单独1艘055驱逐舰单挑美军的航母战斗群。所以光1艘055的战力，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有多强。但这次居然用了4艘，所以我认为之后一定还会再看到东海地区的军演。那这个方面，可能日本要做好心理准备，解放军可能会形成一种常态化的军演。好，观众朋友，今天节目赶快来看到，我们今天要关心到的是北京这一回对日本祭出的3连击是全面的启动，尤其我们今天会在经济上啊、军事上面等等的层面，还有半导体的这个调查上面来做检讨。先来看到哦，这个3连击包括了有稀土、半导体跟渤海的军演，要掐住日本的命脉。那么日本则是祭出这种光阻剂来反制，能不能有效呢？今天节目一起来关心。好，赶快3个火线话题，今天会请来宾来帮我们特别做解答的是，中国大陆现在全面封锁了，从这个经济面，我们看到他做出的事情，就是在稀土跟有关于2氧细烷针对日本出手。那日本的高科技产业会因此而直接断链，甚至现在预估这个损失金额达到数十兆日元吗？第二件事情在军事层面，我们来做解读，就是大陆它连续的在渤海这边的高强度军演，是对日本这个军国主义复辟的一个贺阻吗？还是单纯秀秀军事肌肉，战力到底有多强呢？最后也会来关心到的是日本则是做出了它的反制，是利用它的光阻剂当做它的最强王牌。大陆会不会被卡死，还是早就已经准备好自给自足，可以做全面脱钩呢？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都会一起的来做关心。好，刚刚讲的是大陆的3连杀，所以包括从经济、军事到科技都有，而且是连着好几天一连串的各种制裁。首先看到6日，商务部已经宣布了全面升级对日本的军民两用的各种物资的出口管制。那当然了，现在大家也在最关心的就是稀土的管制对日本的冲击到底有多大呢？第二个冲击就是7号的时候对日本制的这个晶片关键材料2氧细烷来启动反倾销调查。要知道，每一年日本出口给大陆非常多的2氧细烷。最后我们来看到是渤海这边举行的军事演习，直指战略核心，对日本的冲击，赶快立刻的来看到。有关于稀土啊，日本其实非常的依赖大陆的稀土，占比更是最多高达了70%。现在来估算，靠着稀土要做的产品，每一年将会超过10兆日元。现在没有稀土了，日本怎么办呢？第二个事情，对于日本的冲击就是刚刚说的2氧细烷，每年呢日本出口幅度高达了4000公吨啊。那现在大陆呢就是要针对非常多的这个日本的这个出口2氧细烷的公司来特别做反倾销调查，这边直指3家公司，包括了信越化学、发商业空、日本子公司跟三菱化学等等。最后是在渤海的演习，为什么这边特别的重要？就是因为这边是经济暨出海的门户，从去年开始它就已经连续禁航了，紧张情势在这边可以看得出是在明显的升级当中。节目一开始要特别请教赖老师了，这一连串的制裁对于日本来说到底有多伤？有没有可能直接伤到日本的产业命脉？当然会伤到啊，因为这次跟10年前的稀土的管制就不一样了。10年前的稀土管制是政策工具性的，这次是制度法律性的。制度法律性的，也就是说，它有1000多项产品都是在管制的范围内。管制范围，那也就是要经过批准啊。这个不只是对于中国大陆的企业的厂商把这些军民两用的物项卖到日本去，也经过第三方。也就是说，如果你美国假设或是台湾，你向大陆进口的稀土，然后你加工制作成为一个例如说磁铁好了，然后你再把它卖到日本去。那对不起，你要经过大陆的同意，那就是第三方的一个管制。而且呢，也已经讲得很明白，如果你没有经过中国大陆同意，你是偷偷的卖给大陆的话，卖给日本，你可能要接受法律上的责任哦。那也就是说，大陆就有权利对你完全断供。这个对于台湾也好，或是对于其他的任何第三方来说的话，它的这个风险就很高了。我们一般做生意的人来讲，你风险越高，他就越不愿意做嘛。要不就是你要付出更多的代价，你要给我更多的钱。那这样的话，我还有可能因为钱而铤而走险。另外，日本它要不就是采用美国的方法，
也就是透过这个走私的方式例如说透过废料或者透过各种走私到缅甸或者第三方的时候再出去。但是你看大陆现在很多的贵州的有一些人都被抓了，有一些官员都被抓了，有很多的这些走私的这些矿产的这些人都被抓了。这代表什么？他们的执法是越来越有效，而且是越来越严格。好，那一旦是如此的话，当你日本如果没有办法充分的或者是很稳定的从中国大陆那边你获得你所需要的中重稀土的话，这个对于日本的工业当然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嘛。这不只是汽车工业这个半导体各方面都会产生影响。那么更重要的是军事工业，基本上日本要发展，那就难度就很高了。因为你以日本来讲，你飞机制造 F1、F2，或者是你要跟意大利你要跟英国合作，那对不起，你只要跟日本合作的话，有跟中国大陆有关的稀土，尤其是中重稀土，那你可能就没办法。所以5代战机对日本来说很有可能就会夭折了，因为他们这些国家可能会考虑把日本引进来，或许我就没办法从中国大陆那边拿到我战机所需要的永磁土，我的磁铁没有我根本没办法这样做。好，那不管是导弹034，或者是12.4或者是军民两用的话，甚至你连军用卡车、军用车辆，那甚至连甲车、装甲车，你所需要用的发动机，那你可能都没办法了，因为它都需要用到磁铁，可能都没办法。好，那这次谈到的是第2号公告，也就是说这是2026年中国大陆出来的第一个公告，就是对于这些所有的军民两用物项的一个全面性的管制。第2份公告就是对您刚刚讲的这个二氯细烷，二氯细烷在大陆他们叫做2氯2氢硅这跟我们台湾的名称不一样，但同样的东西，这个东西是用在晶圆做晶片的这一层薄膜。我们要问的是，大陆有没有替代品？有了大陆已经有替代品。那日本原本占全世界的份额多少？8%。它在出口这个部分占全世界是排名第2，但是它占有全世界的比重8%，所以这个是对日本来讲是很大的一个工业也很大的一笔这个收入。对。可是问题是中国大陆的半导体基本量占全世界多少？总生产量在今年来讲，绝对会超过40%以上，有人估计可能会到50%，也说不一定。例如说成熟制成的晶片，中国大陆就占了70%嘛。这个12寸晶圆的28奈米你可以知道中国大陆几乎在全世界占有70%，所以你晶片生产多少，你就要使用到这个化学原料，要使用到多少。那以大陆的生产量占全世界，如果说我晶圆的生产量占全世界1半以上的话，那你日本等于是我出口的这个4000公吨，我等于是有1半以上都是卖到中国大陆去。那从现在开始启动调查，如果1年以后说你有反倾销的一个问题的话，那请问一下，它的关税如果是285%，或是400多，或是600多，那是由中国大陆自己来判断，你基本上都卖不进去大陆，你根本没有大陆市场，那你这些公司它的股价当然跌嘛，它的整个营业额会往下降，它必须要进行裁员减少人员，它的公司规模会越来越小。那中国大陆的公司规模会越来越大，为什么？因为它用1年的调查时间，所以等于是给中国大陆1年去准备它的足够的募集的基金，因为所有人都会看到说，哇，中国大陆的这些厂商有未来，因为拥抱自己的国内的市场都吃不完了，那很多的基金就会投进去，它的公司规模一下子会扩大。它把它的产能准备好以后，明年调查一旦结束，然后你日本的产品开始卖不进来的时候，中国大陆的产品开始补货来接你的市场的缺额。这个情形对日本的未来来说，这些公司搞不好连存活的可能性都会越来越低。好，刚刚特别看到是这一次大陆的3连杀，特别针对了经济，还有针对了他们的这一些高科技公司做的击杀。那另外一方面，其实也有在军事上面，就是在渤海这边的演习，这3个击杀，将军又怎么看对于日本的冲击？
我觉得从去年高市早苗发表这个跟涉台有关的言论之后，中国大陆对日本的各项采取的措施是接连的连环拳，接连不断。除了在经济跟科技方面、军事上面也是不断的加码，而且没有停止过。从去年我们刚开始到现在，我们看到的是黄海好几次的军演。那另外钓鱼台那边，中国也加强战备警巡的能力。另外，在日本本岛周边来讲，它除了说用辽宁舰到穿过宫古海峡到日本的东部海域去实施所谓的战备警巡之外，它也跟俄罗斯合作，实施联合空中战备警巡。然后俄罗斯所用的图95战机的航线，跟这个解放军所用的轰6战机，刚好对日本形成一个包围之势。但是这件事情是不是就此告结束了？我觉得没有。在今天我们又听到一个更新的最新的一个军演的一个讯息，就是解放军又要在渤海实施军演。那这次渤海军演跟以往的几次有什么不同？这次很明显的是用了4艘055大驱的驱逐舰在这边做军演。那第一个我们看地点它选择在渤海，渤海有2个意义。第一个，它是曾经甲午战争发生的地点，所以说大陆来讲的话，它选择这个地方来做演练，很明显的是要汲取国耻的教训，激发全民同仇敌忾的心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讲，我认为选择在渤海，那第二个意义就是它要捍卫它的中枢，所以天津、北京、天津还有这个河北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就中部战区的划分来讲，它属于是中部战区，也就是它战略预备队的核心所在位置。我们知道大陆战区分为东南西北，另外还有个中部战区。那中部战区就是核心的位置，也就是除了巩固经济的安全之外，也就是整个国家战略预备队在这个地方。那我想说，选择在这个地方军演，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不是大陆也看到前几天这个美国队委对他动手？那当然我们不认为说是美军会异想天开、愚蠢到对中国大陆来实施所谓的斩首作战。但是这个对军人来讲的话，当然你要做最坏打算，做最好的准备。那也因此，他用了4艘驱逐舰055这种大驱的驱逐舰在这边摆成一列，所以严阵以待。那1艘055的战力有多强呢？我们讲2件事情。第一件事情，这个所谓航母战斗群呢，不管是辽宁或者山东航母战斗群，它通常所编配的带刀侍卫就是055，大概只有1艘。那也曾经在演习过程之中，单独1艘055驱逐舰，就是南昌号，它单独去单挑美军的航母战斗群，这种战在这个之前的演训也曾经发生过。第3个你知道吗？曾经有1艘055驱逐舰带着1艘的这个补给船，还有1艘054护卫舰，它就可以远航到澳洲、纽西兰去绕了一圈回来。所以光1艘055的战力，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但这次居然用了4艘，而且是摆在这么窄一个渤海海域，可见呢，大陆来讲用军事威慑日本的决心是不会停止的。是。第3个，我觉得这件事情最后会形成一种常态化，因为从去年11月到现在已经2个多月了，但是军事演习的这种力道没有看到它放轻。所以我认为之后，这次055的在渤海的军演之后，一定还会再看到紧接着而来，解放军还有在这个所谓东海地区的军演。那这个方面，可能日本要做好心理准备。这方面可能解放军如果说是高市早苗不收回相关言论，那大陆在这个地方的军演可能会形成一种常态化的军演。好，大陆的3连杀，科技、经济，还有将军刚刚特别帮我们强调的，大陆解放军正在加强它的军事化的军演，秀出它的威慑力。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那日本呢，看到各种的状况，它现在则是祭出了反制，但是重点是有没有效呢？日本祭出的反制的最后王牌是它的光阻剂。目前我们来看看光阻剂对于日本来说有多重要，因为日本掌控了全球70%的光阻剂市场，尤其在高端的 EUV 光阻剂更是掌握市占率高达95%。瑞银也评估了这张王牌可以让日本好好的使用，一直用到2030年。当然，北京在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它也赶快来追赶。去年已经完成光阻剂的一些测试标准，解决了目前的显影的一个缺陷。那2年前国产化已经突破了10%，目标在今年2026就可以达到40%。中国真的已经做好准备，可以全面脱钩了吗？日本这一次的反制会不会把中国卡死？委员又怎么看？没办法卡死。
为什么？因为光阻剂有4种，第一种叫初阶的叫 I-line， 那成熟制程大部分用这个做光阻剂，那中国大陆大部分成熟制程，所以用这个 OK 啊，自己生产了100%啊，不用担心。那第二个稍微比较高阶一点叫 KRF， 这个 KRF 这种光阻剂呢，那这个叫做中阶光阻剂，那中国大陆用很多，也可以自己生产，那价钱稍微贵一点啊，比日本是比较便宜，日本故意在杀这个市场嘛，那第三个就是 ARF， 这个算是中高阶的光阻剂，那中国大陆也能生产，但被认为品质没有日本那么好。但是如果说买不到，将就一下也 OK， 也可以用好。然后最重要是 EUV 的最高阶的光阻剂，中国不需要用，为什么？中国没有那种 EUV 光刻机，所以用不着啊。所以目前来看，日本要用光阻剂这个反制，目前有困难，做不到，而且还会失去市场啊。以前呢，他们2019年到2020年用在韩国身上有效。因为韩国当时 DUV 已经 OK 了，而且自己的这些做光伏剂的做不太出来，是。但是对中国来讲，目前没有办法这个遏制中国的这个光伏剂什么卡死啊，那不必，不用担心最重要就是说，中国的 EUV 光刻机或者最高阶的那个 ARF 也在突破当中，但是中国这边用量不大。所以要卡死，做不到。接下来持续来关心到的是大陆很出招了，这一回斩断的是一共我们要来看到细节项目了，1005项的日本的军民两用的物资，经济上面也会另外出拳。刚刚讲的1005项，这个是包含在军民两用的这些军事物资。那另外一方面，我们等一下也会来看到在经济上面的重拳，包括在观光跟消费面也会来一起做关注。赶快来看今天3个火线话题，我们请来宾帮我们特别做解答的。这一次最新的消息是中国大陆针对日本的军工高科技产业的出口开始有了非常多的限制，而且细项已经完全出来了。来看，包括了稀土，包括了关键的金属和高阶电子等等。那日本的军工升级还有路吗？这是第一题，我们会来特别做关注。第二件事情来看到是，因为日本政府一直要修改它的安保3法，尤其呢针对有关于核选项，现在也重新被提出来了，所以中国大陆就祭出了这么多的制裁。日本真的能挡住北京这一波的施压吗？最后来看到，在包括了经贸上，也因为中国的这个制裁而导致日本的经贸降温，观光急冻。我们现在来看到的是大陆的组合拳能够打到日本的7寸了吗？今天就这些议题会一起的来做关注。赶快来看到是今年的最新消息，2026年的第1号公告，加强对日本的军民两用的这些物资来做出口管制，有哪一些呢？赶快来实际看到细节。稀土还包括了加锗替阴、高阶电子感测器跟雷射，还有呢，甚至到了航空的航太推进材料都在名单当中。还另外看到的还有核材料、化学制品跟微生物、导航、船舶等等的制品，这制裁的项目非常的多，等于直接掐住了日本军工跟高科技升级的血管。怎么看中国这次出手是针对于高市要修订安保3法，因为它踩到了这条红线吗？这一波会不会比当初2010年钓鱼岛事件停工稀土还要对日本来说更伤？委员怎么看？对，我想当然这次的出手，最重要的导火线还是因为这个高市的发言介入了中国大陆所谓的内政的问题的红线嘛他对台湾问题做出了过度的发言。但是当然啦，就是说中国大陆为什么这一次出手这么重那么最主要的原因也是在于说那个是高市各位知道，在日本的右翼的势力是台湾台独最重要的幕后支持者。就我过去从政这10几年，台湾的这些独派的政治人物，他们很多的资金跟资源都是来自于日本的右翼势力，像我们最早以前讲到的那个什么金美玲这是很好的代表嘛所以日本右翼的政客跟台湾的台独势力是绑在一起的。但是过去日本右翼的这些政客还会遮掩一下就是虽然他暗中支持，他表面上不会讲得这么大声，不会敲锣打鼓。
但是现在显然从安倍开始一直走到了高市哦，右翼势力现在把支持台独哦这件事情逐渐台面化了。不但是台面化哦，还有逐渐扩张跟渲染的这样的效果出现了，就好像今天台湾来了一个莫名其妙的日本的国会议员跑来这边抗中保台，你知道我看到那个国会议员，我都懒得记他的名字，我都快要笑死了，干你什么事啊？你跑来这里抗中保台，你拿我们台湾当你的舞台，然后来大肆的骂了北京政府一下，然后你就拍拍屁股就走了，那你跟裴洛西有什么两样？你跑来我们这边演戏，最后吃苦的是我们，被报复的又是我们。日本的现在的政治人物都在玩这一招，所以对北京政府来讲，他借着高市这件事情，他其实不是要打高市一巴掌而已，他是要狠狠的重打日本的右翼势力，要让他们知道说你们必须要知所进退哦，你们不要以为这件事情上你们可以任意的踩红线，那你更不要提到日本准备要修安保这个三文件了，这就完全就是日本军国主义重新复辟了。我刚才讲过，谁知道今天的日本会不会变成24世纪大战的日本？你知道去年你看美国的时候，你会认为美国今天会变成加勒比海的海盗吗？谁会想到这件事？对，当时川普刚当选的时候，你会想到川普要派兵去抢格陵兰吗？你都没有想到吧？那你都没有想到了，那大家当然会想说，我现在把日本放宽了，谁知道日本会不会食髓知味？接下来24世纪大战的故事又重新上演了呢？所以其实对整个印太地区、对亚洲，为什么韩国会有这么强烈的感受？因为韩国也是深受其害啊，所以你很显然的看得出来，对日本对北京来说，他这次吃了秤砣铁了心了。你说这些东西会不会对他造成影响？当然会，稀土的影响就已经很大了。日本的汽车工业不需要稀土吗？那你还不要讲日本的这个军工产业要不要稀土了。所以他这次很精准的把军民两用限制了1005项，他特别强调军民两用，原因是什么？这他又师出有名的正当性了，因为他还是牢牢的绑住了军国主义这件事，就是只要跟你军国主义复辟有关的，我都把你卡住了。那么他的大旗哦，就是在这个声讨日本的时候，他高举的这个大旗是对抗日本军国主义哦，所以在这个大旗上，其实他是站在道德和政治的制高点上的哦。那你说？全球现在进入了这个精密的分工时代，所以任何一个小的零件都可能卡住一个大的企业哦。所以大家不要以为说有日本的科技这么发达，中国大陆能卡它什么？别傻了，日本很多的这个基本的零件都是来自于中国大陆的。你不要讲别人，你光讲安氏半导体事件就好了。安氏的半导体有多了不起吗？它是成熟制成晶片的。可是当欧洲的车企没有安氏半导体的晶片的时候，就不要造车了。所以这是同样的问题啊。就今天日本能不能够经得起中国大陆一波又一波的限制啊，或者是封锁？我认为当然很困难。所以其实中国大陆这次目标很明显了，日本不屈服，他们不会收手了。对，好，所以我们刚委员帮我们特别提到了嘛，这个中国大陆对日本的制裁1005项，那特别委员也提到了，不管是稀土或者是零件，对于日本的冲击是非常大的，汽车啊、军用武器全部都需要用到这些东西。干哥又怎么看？这对日本来说是不可承受之痛吗？好，我跟你讲哈，你来看看那个安保3法哈，那个安保3法的内容是什么？第一个，增加防卫预算啊，增加防卫预算其实很容易啊，对不对？但是第二个，修改无核3原则，修改无核3原则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无核3原则就是不能够用在军事目的上，也不能够用在就是说相关的很可能是武器方面的研究。就反正他这本来就是他们日本宪法战后宪法的规定，但现在要修改，右翼势力极力在推，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当然有很多的核能发电厂，对不对？在日本，可是我们始终没有对于核子能的另外的一项的应用。对，其实我说一句实在话，有人讲委内瑞拉你就是没有核子弹，不然的话我跟你讲，你就像当年古巴为什么后来没有被美军登上岸来？因为苏联那时候威胁，我就在这边放核弹，所以古巴当年美国没有上去制裁它成功，就是因为苏联本来要放核弹，后来双方都退一步，各退一步。那委内瑞拉这次因为就没有核弹，日本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哪一天我需要有核弹，核弹之前我需要有核子潜艇，我有核子潜艇之后，我国际地位完全不一样，但是因为它是被核弹就说曾经这个摧毁过的国家，所以他们自己本身有那个认知，说我们不要碰核子武器。那现在高市场苗上来以后，完全想法不一样。他认为说我们应该要有，为什么？但是我们要有不是马上有，是循序渐进的啊。所以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取消武器出口限制。
啊，你的意思是说日本武器也要开始要对，没错，就在这次AUKUS，就是那个美英澳啊三国联盟啊AUKUS那个联盟里面，现在就是说他们要说干脆你不要跟日本买潜舰了，我们来帮你造潜舰，还帮你造核子潜舰维吉尼亚级，澳洲就很开心啊，就被美国骗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AUKUS决定要帮澳洲造潜舰。从现在开始算，10年之内他都拿不到。但是日本如果他愿意提供新的那个大鲸级或苍龙级潜舰，他2年之内就拿得到。所以澳洲现在有点后悔，你知道吗？你要晓得说，日本他现在积极想要拓展他的国际的武器市场，他要尝试着跨出那一步。那这些东西你加起来看的话，你就会发现什么？日本一旦能够踏出这一步的话，他就回到军国。所以说大千讲的对啊，你怎么知道他接下来会变成什么样子？他会不会变成怪兽？你不知道他以前就是曾经是怪兽，他以前曾经怎么样欺负中国跟南韩、朝鲜，还有东南亚，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怪兽？他怎么样被演变成那样？那就是因为国际联盟的绥靖主义造成他这样，造成希特勒变成那样的杀人魔。所以我跟你讲，日本的军国主义，你现在只是暂时被压抑着，右翼势力只是暂时抬不起头来，但他一旦翻身过来的时候，你会拉不住他，因为日本有这样的工业实力。现在日本的稀土50%控制在中国的手上，有我们知道的，除了稀土之外，还有钾、锗、锑这些重金属，这些都就是说老实讲一句，来源都在中国的手上。那日本从别的地方拿得到拿不到？拿得到，但是问题是它的成本会增加。你现在如果说真的已经确定了战略目标的话，日本就会从别的地方去拿这些东西。为什么？因为这些是无人机跟电子导航感测器这些高阶零件的这些设备。如果今天你在中国商务部它今年第1号就是限制这些东西的话，就是2026年的第1号，你就晓得说它的影响其实非常的大。我认为中国现在的做法是对的。为什么？我就是明白告诉你，日本，你不要去妄想去改变现在东亚的局势。如果你真的想要改变的话，我一定不是除了旅游，那是软制裁。我有硬制裁的方法可以对付你。好，这个是硬制裁，针对中国大陆对于日本在军事上尤其的制裁。那另外一方面，除了在这个军事上面、科技上面这些高阶科技的制裁之外，我们来看到大陆也针对经贸跟观光，针对日本做了很大的制裁。尤其先来看到经贸日中本来在今年会有个经济团体新年会，那么中国驻日大使已经确定了首度缺席，3大经济团体原定1月访中计划直接延期。再来就是观光，现在也是急动中国游客占日本消费观光20%以上，其中静冈更是高达40%如今在日本的百货还有免税的这些药妆销售年减幅暴增达到了20%，饭店价格暴跌，地方经济急动。一个是针对军事的制裁，另外还有观光消费对于日本的冲击有多大？老师，这个对日本的一个冲击的话呢，其实是一个全面的哈，因为刚刚我综合下来，大家要了解那么当然的话呢，这一次1005项当中呢，最重要的我把它戏称为光刻胶大战稀土了因为日本的话呢，仗势的这个工业的这个就是独断的一个产品是光刻胶了。那大陆现在的话呢，就是不是做好准备的话呢，也就不会发布这条消息。我不晓得大家记不记得上个礼拜的时候，日本还有一个消息，就是日本的话呢，他们所使用的稀土的话呢，依然有65%以上是从大陆进口。那个时候就很多人觉得奇怪，大陆怎么迟迟一直不肯出手？那现在的话，这不就出手？这个出手的话呢，有2个问题是非常明显的第一个是即刻生效。马上就生效，就说昨天1月6号宣布的今天是1月7号吧，对不对？马上就开始生效了。所以说日本的话呢，他们那个太平洋司的话呢，这个司长的话呢，就外交部的叫做金井正章就是前一阵子跟刘敬松在一起，刘敬松穿那个武士装，插了口上那个金井正章然后呢，他就马上提出严正的抗议。这个对日本来讲的话，日本的准备不足。然后另外的话呢，所有的军事的科技的话呢，有关军事方面的生产的话呢，它都全部要停止。然后再接下来，你刚刚提到了观光的话呢，那么对大陆来讲的话呢，这个观光现象，其实严格来讲，大家如果注意这方面消息的话呢，日本在观光的这方面表现得非常强硬的有很多的餐厅讲不招待中国人，甚至还有餐厅的话呢，中国人贵了60%这些现象都
的发生，所以这个情况是越演越烈。所以大陆现在普通老百姓的话呢，也可以感觉到去日本玩是不受欢迎的，那就不要去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对日本来讲，但是日本整体来讲，关西地区遭遇的损失特别大因为日本人喜欢去关西，就是金板神、加奈良什么，日本人就是日本人喜欢欢迎中国人在那边。因为我到这边以前，我跟那个神户大学有合作的时候，那神户这边的街头上的话呢，里面所有卖那个药妆店里面全部讲中文的那进来没问题，我给你介绍一下，都是这种情况。所以说，对这个目前为止的话呢，发展来比较严重。不过我讲一个比较重要的消息大家一直都很关心，就是说这个昨天公布讲说，高市早苗近期内对中国发言不逊所产生的一个结果，是构成了这一次1005项的这种军事以及民用上的产品的制裁。那大家就会想到问说，那会搞到什么时候？我告诉你，今天那个毛宁就说话了，日本要去军事化，日本不达到去军事化的目标，这个不会停的。这个反正已经呼应了我们前面2位来宾所讲的内容，就是说日本一个战败国就没有资格拥有任何的军事化，不要说是自卫了就是拥有任何的什么导弹什么通通都不行那这个情况的要求，这个标准讲起来的话，我觉得像以我这种这个热血分子的这种身份来讲，那差不多日本如果去军事化的话，那么才可以停下来。如果日本一旦不去军事化，那就要像俄罗斯教训乌克兰去军事化一样的展开特别军事行动那我蛮期待的。好，观众朋友，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赶快持续的，今天要来关注在解放军的这一场在台湾周边的围台的演习。今天的火线话题3个问题会特别请来宾来做回答。今天的演习进入到正式的第2天了，实弹演习，我们赶快来看到解放军的正义使命2025突袭登场。这个时候，包括了其他的周边国家，不管是日本、菲律宾也抱团有所动作了，还有美国的航母也开始往前推进。解放军这一次的演习是单纯的演习，还是台海正在进入冷启动的倒数呢？今天会请张燕婷张将军来帮我们做分析。第2件事情，今天也会来看到是海警2号的海报亮相，大陆会不会真的动手拦截住运台的军援，封锁台湾生命线呢？这是第2个问题。最后的问题是针对这一场军演，川普说他不担心，但是确实没有被习近平知会过，美国是在降温，还是对台海风险已经过度的乐观了呢？今天就这些议题会带光朋友一起的来做关心。赶快来关心到的是，在解放军东部战区12月29日突袭式的宣布对台的军演之后，可以说是没有暖身，被视为是不是一次冷启动的一个实战预演。央视微博最新释出了一个画面，是无人机视角，我们要请导播来一起带我们看最新画面。无人机视角俯瞰台北101的一场10秒的画面。30日更是再次公布北部海域的远程火力实弹的射击，而且他这样说，这一场实弹射击，他说是全部都命中的。东部战区发言人也这样子回答，他说这一次的这个演习是有达成预期的效果的。随后国军是立刻表示，随即启动了立即备战的操演来做应对。那么我们也看到说，这个当中特别被指明是不是冷启动？什么叫冷启动？也根据 CSIS 这边特别做定义，指的是快速的备战转换，会将这些部队的一些集资物资调动跟这一些通信异常的战前的一些征兆压缩到最低，在对手还没有反应之前，就瞬间的赶快去做临战的部署，这叫所谓的冷启动。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刚刚也讲了嘛，在其他的国家在中国大陆这场军演之后，也立刻有所动作了。首先我们要来看到，包括了美国的航母跟日本、菲律宾同时做了一些动作。先来看到林肯号，目前呢是已经发现在西太平洋这边活动，并且在22号这一天是正式进入到了菲律宾海跟台湾的东南方。另外2艘来自于这个美国的，还包括了华盛顿号，还有4万吨级的波里里号2栖突击舰，也是驻守在日本的周边的海域。好，包括了其他第一岛链的国家，像是日本、菲律宾。现在看到解放军针对于南海还有东海的双线压力，最快他们也拟定宣布，在明年的1月份会签署物品劳务相互提供协定，意思就是说，未来日本的自卫队跟菲律宾的武装部队可以一起做联合的战力。节目一开始要特别请教将军怎么看了？针对中国大陆今天的这一场军演，算是预演冷启动的突袭吗？如果真的发生了所谓的冷启动，台湾能够及时反应吗？将军怎么看？
我认为，与其说是人启动，不如说中国大陆是在这个远战速胜、快打决胜的他是希望能够速战速决。所以，应该是讲到他现在对平战结合、平战转换，还有的就是我们所说到的战训合一，作战跟训练合在那边。就比如作战将来在台海用兵，他就在这边训练，变成战训合一。所以他要发展这个触然突击啊，这个的可能性，将来用兵的模式大概这样，让产生奇袭的效果，让这攻其不备。你攻其不备，他还没有准备好，我就下手了。我认为他会让对手猝不及防，所以他现在就经常的就直接当天下达要演习，隔天就立刻实施。你看换句话说，如果平常说大家要准备个1个礼拜、2个礼拜啊，甚至个把个月啊，这个前进到这个保障基地啊，这个军队的布防、军舰的调动都要这些时间，不用直接下令，隔天就实施了。换句话说，在这一方面，它的这个转换的动作非常的快。那我们台湾在这一方面有没有办法去及时因应呢？我认为台湾在这一方面要加强的地方也很多。因为久了之后，忧患的意识，尤其我们台湾没有忧患意识，这是最可怕的。忧患意识是心理素质，有没有这方面？有没有这种就是说决心？有没有决心？我们台湾现在缺少的是决心。你看很多的政治人物、政客讲话都不是决心，因为他们自己都没有很实实在在、扎扎实实的去对建军备战。你看，现在我们举个例子，现在那个国军的士兵缺5万多人，所以士兵是这个边线比不到60%、50%几而已。那这样的话，基层都空的，最少基层要到达85%，那我们士兵的只有50%几，差的标准太多。那你这样的话怎么去应变？基层空变成头重脚轻，脚其实很重要。为什么？打仗打基层，上面是指挥、是管理、是计划，你下面在执行作战任务，这作战任务缺。我认为这个问题非常严重。然后另外一个，我们有没有办法？因为时间非常短促，我们有没有办法在这边短时间之内马上把这个备战达到那个最高点？我认为我们可能时间不够，我们可能变成缓步上升。缓步上升的话，可能还没有办法在时间上赶得上进度。这是我们一个非常大的火线接上了没有？子弹上膛没有？飞弹上架没有？这个都非常重要。这个方面我们有没有相应的准备？我们看相关的媒体这个方面的报道，好像还没有准备好。另外，我们对情资的掌握如何？我们在这个中共宣布的前24小时、前12小时没有得到任何讯息，没有任何媒体报道，没有任何媒体知道，全台湾2300万人没有一个人知道，所以我们对情资的掌握也有很大的问题。不然的话会知道，或者因为现在网络媒体马上及时就会说，马上立刻散出来，中共准备要启动演习了，结果没有全台湾这个几百家媒体没有一个媒体知道，或者是我们竟然被这个中共弄得魂不知鬼不觉，变成这个状况。那我认为这个非常危险，因为打仗打情报，如果情报的部件没有发挥它最大的情报功能，没办法掌握敌情，那你是在这个战争的迷雾中，没有找到真正的目标，没有战略目标，那你怎么样去实施动员？那我认为这个问题非常的大。我们这一次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并没有事先会掌握说中共即将在12月30号实施军演，没有。我们可以看各种媒体报道，完全不知道。所以这是国安高层非常危险的事情。再一个，我们来看，就是在现在我们这个国安单位有没有说这些具体去面对这些缺兵的问题，要是有一些策略的行动？我们有没有一个国安清单？我认为把国安清单轻重缓急列出来，比如说现在基建，我们现在的天然气的存量只剩下12天，中共一实施海岸封锁，我们14天马上耗尽，因为打仗会大量消耗能源。那我们怎么办？那还有煤炭，还有石油呢？因为我们没有多元能源，全部是晚上全部是火力发电，但是我们的基础建设不够，我们的这个战斗急需的备份量不足，所以这个问题也很大。所以它中国大陆不管是人启动或热启动，我们在这一方面似乎还没有准备好。
好，现在看起来台湾还是缺乏整体的这个备战的忧患意识，包括整体的国安清单都还是需要重新的再整体的盘点一下。这一场军演我们看到非常的紧张。那除了说这一场军演现在看起来有这个实弹的射击之外，我们也要看到一个最新消息，是来自于大陆的《环球时报》跟中国大陆海警局在30日，他们又在发布了另外一个叫做“恶猴”的海报。那画面其实呢也非常的赤裸，就是做一个它包括它可以在画面上看到的是海警的它的舰艇编队跟直升机直接对台湾周边实施这一种立体的风控。那这个海报画面还特别做一个 P 图哦，带观众朋友来关心，就是它在台湾的东部描绘了一个中国的海警拦截了载有海马斯的长荣的货轮，直升机也就所降来登船。刚好这一幕，大家网友就在看说，是不是刚好对照11月份美国特种作战小组他们当时在印度洋实际的登检，拦截了大陆的货轮运往伊朗的这一艘武器的零件。中国海警是不是仿效美军做这样子的一个动作？那这一次的军演对于台湾的海空的补给线的威胁又有多大？干哥又怎么看？好，这个特别选在这个12月29号，也就是28号双城论坛结束之后，他才对台湾做这样的。但是这个举措像张将军讲的，你猜都猜不到，你想也想不到。可是他现在的这是比以前，你会发现说他现在更进一步了。他除了比以前的联合利剑演习之外，他更加的缩小了包围圈，而且有800架航班受到影响。那下一次是什么？也就是说，我们在回想1941年的偷袭珍珠港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完全没有手机，没有网络，所以你要发动奇袭，只有保持无线电静默。整个舰队开了半个月，到了珍珠港面前的时候，没有人知道。可是现在不是这样子啊，现在是网络那么发达的时代啊，为什么对于大陆的这个军演，我们完全没有人知道？我相信国防部也很惊讶。代表他们在训练什么时候我们可以从完全静止的状态达到第一线战备的能量，而且我们可以马上丢进去。所以大家认为这4年来的共机绕台那些训练，你以为他们都是好像每天都是例行公事？不是，那都绝对不是例行公事了。然后现在最主要是我们看到这张海报，这张海报叫做“恶猴海报”，它指的是什么？它这个是由大陆的官方媒体机关报叫《环球时报》跟海警局共同发布的啊，共同发布什么意思？就是说我随时都有可能对台湾周边的外海掌控，而且呢，对于可能发生在非战时的情况之下，我们要登船检查，这是很严重的事情，他已经画出梗图了，也就是一张 P 图，P 图里面的内容是什么？就是我们已经展示出你们台湾用长荣海运的货轮，在今年跟去年2次自美国送回2批 M1 主力战车，我可以把卫星照片给你看。除了这个 P 图，还有一个卫星真实照片给你看的意思，就是说，他什么时候进到台湾海峡，我都知道，我要不要去登船去登检它而已。这个警讯非常大，为什么？代表我知道他什么时候会运来，而且我知道运的是什么东西来。不仅仅是 M1 坦克我们拦得下来，而且你们最近多买了总共111套的 HIMARS 那种高级火箭弹，我通通可以拦得下来。大家要知道 HIMARS 就是我们在节目里面讲了多少次，在乌克兰前线，它可以装在 ATACMS 精准打击陆军战术飞弹，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说海马斯也被你拦下来的话，那就代表说你们台湾以后如果在滩头的第一线是没有东西可以对付共军登陆的，因为海马斯将是第一线的打击武器。所以今天你看到这些梗图跟 P 图，你就可以知道我不是开玩笑。只要现在台湾的台独势力再继续的发展下去的话，我就可以马上在第一时间之内
做出第一击，这才是我们真正要担心的。好，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来关心，那目前针对的这场演习，那美国的态度又是什么呢？其实川普最新说了一个回应，他说他不太担心习近平今天的动作，他说我和他的关系很良好，他确实没有跟我提这件事情，但是我不相信他会真的这么做，尤其呢，他在这个地区演习已经20年了，他说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上次哥怎么解读川普的态度？这次这个正义使命演习，大家都知道，那个政治外交的国际上的意义就是反台独、反外国势力介入。那这当然也有包括直指的，除了先前日本高市早苗之外，当然包括美国。但这场演习真的是空前的、逼近的、压迫式的围岛的军事演习，还有实弹。所以，相较于过去联合利剑以来的部分，当然没有错，经常这个演习啊，但是这次意义不一样。而且大家如果把过去联合利剑演习先前围岛的区域，包括这一次，你就可以看到，我想大家在新闻上、网络上这个地图真的围一圈了呢，滴水不漏，怎么办呢？也就是说，中国大陆也不是乱演习，每一次都有所推进。好，那对川普什么样的意义呢？当然，其实记者在询问川普的时候，不是一个其他场合，是他跟纳坦雅胡正在佛罗里达州那么见面谈完中东，特别跟以色列相关的情势之后的记者会上，刚好发生这个事情，所以大家直接就问川普了。所以可以知道，川普虽然是一个临时性的回答，但是不可能他是匆忙的，因为一定有所准备，然后包括他的白宫幕僚也都有。但是川普的这个态度，我想真的是在我们台湾执政党哈，包括日本方面的这个高层应该都哭哦，抱枕头哭哦。那是一个什么东西呢？我形容这个东西叫做强者的漠视。因为往往很多强者，你不要觉得他是关心一切东西，什么东西都处心积虑的参与，他就告诉你他跟习近平关系很好。面对这样的事情，可能就几乎要把台湾拿下来。一旦演习变成真的，他第一个告诉你的还是告诉你，习近平没有跟我说，但是我跟他很好，而且他一开始就直接说他不担心、不忧虑。但之后记者继续追问这次演习的状况的时候，他难道对于未来没有忧虑吗？他还是说他不忧虑。你去看他新闻那个原文，他就说他一直 not worry 哈，就用一点都不担心、不忧虑这个字眼。所以我这个就叫强者的漠视，强者欣赏强者。哎呦，你这个演习也确实蛮厉害的，那我就来好好的了解一下。为什么这样讲哈？当然，中国大陆这次有这个演习，它主要还是在测试。除了测试他们自己本身的军演之外，也都知道有这个政治的意义，包括对亚洲周边的国家，特别直指日本方面。而且这刚刚嘉文讲到的这种冷启动、临时性的措手不及，这个措手不及不止台湾措手不及啊，这里头在台湾海峡周遭，包括经贸相关的所有的国家，甚至航空飞机都受到了影响。所以这测试的影响其实还是影响相当大的。但是测试包括美国啊。那你说美国为什么看了？其实要知道，每一次重大的军事演习，对于印太的美军来说都是非常重要。我不能说在旁边拍手看好戏，因为他们才可以真正了解中国大陆一旦未来要打台湾，动员的战术、战绩跟所有的这种战略的新配置，像这次正义使命的部分的包围方法就不太一样。实弹演习也是第一次在台海周边有这么密集的实弹演习，所以这对于美国观察中国大陆的军力跟以后怎么样来，他们要打台湾，那怎么样？要不要打，跟怎么来应对这件事情，坦白说，对于日本或美国来说，都是巨大的资料库。对，我虽然说他们是乐见这个演习，但是每多一次演习，就对中国大陆解放军了解一分。所以讲，这背后也是川普的底气，因为川普不是现在他要不要阻止讲些政治话术，都是要演习之后，美军也会做非常完整的分析，以后提交到五角大厦，让川普了解到底中国在攻打台湾现在真正的实力是什么。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